一个人生活这5个字，似乎总是让人容易联想到孤独、寂静，还有不快乐。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身边很多人都接连步入婚姻，还有一些已经成了新手爸妈。于是那些一个人生活的，就被催着社交，被催着相亲，尝试着和陌生人接触。曾经有一个朋友就在群里跟我们说，这是这个月相的第4个人了，无论如何我要拿下他。蛮可爱的，但也蛮心酸的。如果2个人聊不到一起，就算是死绑在一起也没意思。在一起不快乐的话，还不如一个人乐得洒脱。表姐今年虚岁34，一直在北京飘着。在长辈眼里，她虽然钱赚得不少，但生活上一定不幸福，因为她是一个人。但去年夏天我去北京找她玩，却发现她一个人远比很多2个人互相折磨的状态要好太多太多。她有自己的车，住得离公司也不远，干干净净又宽敞的 loft。 工作的时候就专注忙碌，空闲的时候也有不同的饭局和应酬，依然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每天雷打不动1小时锻炼，还养了1只猫1只狗，都很听话，乖巧又粘人。也会纠结中午吃什么，晚上吃什么，但他只需要考虑自己的想法就可以，不需要担心这句话说出去对方会不会不开心，也不必为了谁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。聊到感情和婚姻，还有以后的规划，表姐说现在就很好。如果有一个人出现会让事情变得更好，我当然会选择，不过顺其自然就够了。的确是这样，合适的2个人在一起一定是1+1大于2的。难过因为有人倾诉而减半，快乐因为有人分享而加倍，这才是感情的意义啊。其实一个人并没有那么可怕，毕竟无论你跟谁在一起，都得首先照顾好自己，首先好好爱自己。所以对于很多乐于孤独的人来说，一个人意味着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。步入社会，独自面对生活以后，不管你情愿与否，我们其实都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。每天重复着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事，重复着麻木或意外的生活，快乐变得没那么容易。有时候甚至想不起上一次开怀大笑是在什么时候。你发现了吗？我们都变得越来越焦虑了。一个人5分钟不回消息，一顿饭10分钟还没上桌，一辆车在前面开得慢了些，我们都容易焦躁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其实越该把心静下来，在自己的时间里去寻找生活的初衷。所以就像知乎里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更愿意一个人生活？有网友这样回答，不用担心为了照顾彼此情绪而拘谨聊天，不用纠结想吃的东西不统一是否需要迁就，也不用担心衣服没晾，或者早上起来的太早打扰到别人。总之，任何事只要考虑自己真正的轻松自由，更多的是好好利用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一个人独立独处，但并不孤独。山本文绪说，我很喜欢一个人在家喝酒，先把房间打扫干净，再准备好新洗过的浴巾和睡衣，泡个热水澡，认真地洗干净头发和身体，一身清爽后，悠闲地看着电视，喝着冰镇的酒。这是我现在生活里最放松的时间。不管喝多少，心情
都绝不会悲伤或寂寞，只是非常坦诚、单纯地感觉到幸福。生活不就是要跟随自己的心，去感受快乐，获得幸福吗？所有心事不必隐藏，所有情绪都有出口，放松又自由地过每一天。这一生行色匆匆，其实我们一个人的时间真的很少，而往往取悦自己也是在这样一个人的时间里。有几天我很想吃火锅，最开始和工作伙伴一起去吃，后来和朋友一起去吃，总觉得并不对。挑了一个下午，一个人进了火锅店，痛痛快快地吃了一场。其实不是吃多或者吃少的问题，而是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，那种惬意感是任何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无法拥有的。没有外在施加的条条框框，有的只是自己对生活的喜爱和追逐。空闲的时间里，不必急着呼朋唤友，一个人安安静静也很好。去画室画一张画，在花店买一束喜欢的花，安静读一本书。无论哪种方式，都是为好心情加分。适应独处，与自我和解，才能更好地学会面对生活，和更多的人相处。所以啊，如果现在你是一个人，不必焦虑，也不必茫然。惊喜和意外都是刚刚好，有人来，有人走，都是常态，平常心看待就好。如果现在你是两个人，开心就好。希望你遇到的人，是可以给你真心幸福的那个人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要随便将就。在那个对的人来之前，不要因为其他人的言语或者焦虑的情绪而乱了自己的节奏。能真正和自己对话，了解内心的日子，其实真的不多。所以，独自生活的每一段时间，要珍惜，也要认真对待。你真的会发现，一个人其实也很好啊。晚上10点陪你晚安，这里是新阅读，我是热心，每周5晚在这里和你一起阅读。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是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很好。一个人生活这5个字似乎总是容易让人联想到孤独、寂寞，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，身边很多人都接连步入婚姻了，还有一些已经成为了新手爸妈。于是那些一个人生活的，就会被催着相亲，去尝试和陌生人接触。曾经有一个朋友在群里跟我们说，这是这个月相的第4个人了，无论如何我要拿下他。听起来还蛮可爱的，但是也蛮心酸的。如果2个人聊不到一起，就算是硬捆在一起也没有意思。在一起不快乐的话，还不如一个人乐得潇洒。表姐今年虚岁34岁了，一直在北京飘着。在长辈眼里，她虽然钱赚的不少，但生活上一定是不幸福的，因为她是一个人。但去年夏天我去北京找她玩，就发现她一个人生活的状态非常好，有自己的车，住得离公司不远，干干净净又宽敞的 loft。 工作的时候就专注于忙碌，空闲的时间也有不同的饭局和应酬，但她依然有属于自己的时间，
每天雷打不动1个小时锻炼，还养了1只猫1只狗，乖巧又粘人。聊到感情和婚姻还有以后的规划，表姐说现在就很好，如果有一个人出现会让生活变得更好，我当然会选择，不过顺其自然就够了。的确是这样的，难过时有人倾诉，快乐时有人分享，这才是感情的意义。但其实一个人也并没有那么可怕，毕竟无论你跟谁在一起，都得首先照顾好自己，首先要好好爱自己。所以对于很多喜欢独处的人来说，一个人意味着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。步入社会，独自面对生活以后，不管你情愿与否，我们其实都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。每天重复着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事儿，重复着麻木或意外的生活，快乐会变得没有那么容易。有时候甚至想不起来上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了。你发现了吗？我们都变得越来越焦虑了。一个人5分钟不回消息，一顿饭10分钟还没上桌，一辆车在前面开得慢了些，都容易让我们焦虑起来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其实越该把心静下来，在自己的时间里去寻找生活的初衷。所以就像知乎里的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更愿意一个人生活呢？有网友这样回答：不用担心为了照顾彼此的情绪而拘谨的聊天，不用纠结想吃的东西不统一是否需要迁就，也不用担心衣服没晾或者早上起得太早打扰到别人。总之，任何事只要考虑自己真正的自由轻松，更多的是好好利用属于自己的时间。所以这样看来，一个人独处其实也可以不孤单。人这一生行色匆匆，其实我们一个人的时间真的很少，而往往取悦自己也是在这样的时间里。当没有外在施加的条条框框，有的只是自己对生活的喜爱和追逐。空闲的时间里，不必着急呼朋唤友，一个人安安静静也很好。去画室画一张画，在花店里买一束花，安静地读一本书，无论什么方式都可以为好心情加分。适应独处，与自我和解，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，才能和更多的人融洽相处。所以啊，如果你现在还是一个人，不必焦虑，也不必茫然，惊喜和意外都是刚刚好的，有人来有人走都是常态，平常心看待就好。如果你现在是2个人，那么希望你遇到的人是可以带给你快乐的人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要随便将就，不要因为其他人的言语或者焦虑的情绪而乱了自己的节奏。到了某个年纪，能真正快乐独处的日子其实真的不多了。所以啊，独自生活的每一段时间要珍惜，也要认真的对待。也许某一天你真的会发现，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很好。